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议员、林珍羽议员、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万美玲委员。好，那么美国造川普级战舰，说是史上最大的哦，战力最强的哦。那川普说会用来对付所有人哦。那当然有记者问他：你要对付中国吗？不止中国，通通对付哦。然后呢，专家怀疑说，是真的吗？川普任期已经过了1年了，弄得出来吗？美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哦，那说这个战舰超豪华，哦，这个有极音速飞弹，还有核武，哦，然后呢，这个搭配哦，这个 AN Spy 6的雷达，128单位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12组 CPS 哦。迅速打击极音速系统，哇，很厉害啊、哦！那估价100亿美元一艘，哦，而且呢，这个现在的这个驱逐舰只有28亿美元，它几乎是4倍的价钱了啊、哦！而且呢，它先打造2艘，接着还要搞20艘，好像啊、哦，那所以要打造全世界最伟大的舰队啊、哦！那 CNN 就说啊。我们的能力可不可以？造船有这个能力吗？而且真的实用吗？美国因为现在其实要求台湾就打所谓的这种小的机动性强的是不对称战争嘛。美国也不想搞那个太大的，就川普现在反其道而行，要搞那个非常庞大的、速度很快的4万吨以上哈，所以大家也怀疑了哈。那当然就有人问他，有记者问他：你要对付中国吗？他说：我会对付所有人。不是中国哦，而且我现在跟习近平关系好得很哦，明年还要起码见4次面哦。那另外呢，川普的科技部队所以现在很红哦，有25000个公司都抢着要他当他的 AI 军团的25000争取1000人的职位，哇，觉得川普好像要大展这个身手了哈、哦。那另外呢，美国现在增派特战部队进驻加勒比海，要对委内瑞拉现在他原来是海上打击他。空中封锁，现在陆军可能要上去哈，所以呢，这个看看能不能把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给他干掉哈。那安理会就赶快召开紧急会议，中国、俄国联手批美国，力挺委内瑞拉哦。俄罗斯说呢，美方的行径哦跟全世界的这个标准背道而驰，美国是侵略行动哦。那中国的代表也说呢，中国反对一切单边主义跟霸凌行径。哦，所以呢，美国现在是霸凌了啊。那美国会不会理呢？我们看一下。Beautiful. Wow, it's beautiful. 在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欧和海军部长费伦的陪同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打造新的海军战舰。We're calling it the Golden Fleet that we're build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s you know, we're desperately in need of ships. Our ships some of them have gotten old and tired and obsolete. Each one of these will be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largest battle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ver built. And again, it's 1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Iowa class. 川普站在设计图前表示，已经批准立刻开始建造2艘最新战舰，短时间增加到10艘，最终目标是20到25艘。不过，川普表示，这不是针对中国而来。Just a counter to everybody. It's not China. We get along great with China.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not China. It's just everybody. You don't know who comes along. But we just wante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Hopefully we never have to use them. 最新战舰将配备极音速武器、电磁轨道炮、极高能雷射武器，还有仍在研发的核子巡弋飞弹，而人工智慧将是重要的一环。The U.S. Navy will lead the design of these ships along with me because I'm a very aesthetic person. AI will be a big factor when it comes to these ships. They'll be very AI control. 美国空军的下一代战机 F-47融入川普身为第47任总统的数字，而重启战舰建造计划的战舰命名为川普级，让川普在美军历史上再多一项他的印记。你看他把国防部都改成战争部哦，国防部是防守，战争部是可能进攻啊。来，这
我觉得他这个宣告这个川普级的这个战舰啊，可以说是21世纪大舰巨炮这个奇幻的回归嘛。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嘛，这些军舰过去还是最有名的，就在2次大战那个时候，不管是密苏里号或者是我们说的爱荷华号，都在1991年前全部就是退役的，就已经摆在那个地方。后来就是航空母舰，那到最近10年来，大家都会像刚刚主持人所特别提到的，就是小、快、准，然后是分散性的，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来应付目前比较新的一个所谓的战略。所以他重新回过这个大舰巨炮的这个方式，很多人当然会发出非常多的一个质疑嘛。那虽然他不断的提醒这么多新式的融合传统跟新式的需要 AI 来做一个整合，但这需要4到6年的时间。那时候川普已经不在了，还有包括你刚刚所提到的，一般来说的巡弋大概只要28亿，这个一艘要100亿。美国现在的造船工业完全都是处在急难救助，都在救命的阶段，他有没有办法？而且造船目前来说的经费是左支右绌，已经没有太多的经费了，他们必须都要把他们现在所发展的非常多的部分都要来缩减。那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盖一个100亿，而且他当初还特别提到，先有2艘，可能会再扩增到10艘左右。那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时间有没有办法拖这么长？而且川普最可爱的就是说，他还要让它兼具美学，因为它最具有美感。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川普级的这样一个战舰哦，一定是具有致命性又具有美感。致命性有美感，哇，就像蛇蝎美人一样，你可以光是幻想，你就觉得这一艘是不得了。那当然也提出非常多，它整合的不少的这样所谓的高科端的，我也觉得美国有办法。但是以美国的现况来说，就是光是。当然必须同意啊，就是他们现在目前只有2家公司投入这个造船工业。川普这件事情，股票大涨哦，对，股票大涨，涨了5.6% 嘛，所以这个5.6%是当场，盘后又涨了4点多，所以说你看川普，你会发现永远都是像这样关税的这个部分里面让股票大跌，然后突然之间他又告诉大家 no 还没有到最后的 negotiation，所以又开始跌，又开始涨，这来回之间。大家都说川普帝国已经俨然成型，现在的这个军舰更是，而且它牵涉到整个的造船工业。最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已经有预定的，像属于这个善心号的这样一个，把它做20号 Constellation 的这个部分，它现在从20艘变成2艘，然后把所有的钱集资要来发展川普级的，那这个整个转换是说够快，但是有没有办法如他所愿，不断的告诉我们金琼要出来，现在又告诉我川普级的蛇蝎美人这个挑战者号要出来，都是他在讲，然后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大饼。那问题是，这都4到6年才有判到第1艘，所以难怪很多人告诉大家说，他搞不好连下雪都还没有办法看到。那你这边告诉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方向，然后所有的人 Rubio 站在旁边，国防部长站在旁边，然后好像正式的宣告4到6年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对于这样子的感觉，觉得还是持续的观望吧。而且呢，他这个讲完以后，这个造船股大涨，对，但他又同时停止了五个风电厂，在美国东岸。就造成了那个风电股大跌，哎，跟着川普政策，哇，炒股票可以大赚大赔，哎，真的是这样，哎，哦，5个包括麻州外海啦、什么纽约外海等等几个光电最大的美国的光电厂，通通停了，说干扰我的电讯啊，不可以发展，所以绿电通通停掉，哦，然后呢，这个核电这个复兴了，然后现在呢，大船又复兴了，哇，川普在这搞得翻天覆地哈，来美丽。我想我们从整个就是战略的框架来看这件事情哦。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智恩讲到说，现在这个大舰巨炮要重新出来了，川普号打造这个黄金舰队哦。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是他们的战争部啊，刚刚讲到战争部也提到说，现在中共最快2027年就具备攻台的实力，而且会赢哦。第三件事情，我把它并在一起看，我们国军对于接收这个 M1A2 这个就叫做地表最强的这个坦克啦的这件事情，对，就是现在一直还在做这件事。但这3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件事，就是它有一个共同核心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 AI 战争的来临如果我们还在讲这个大舰巨炮，还在讲这个钢铁巨兽是不是能够在战争当中真的能够依据这个来决出胜负来？这是第一件事。那所以我们来看美国现在川普要打造所谓的川普级的战舰其实我认为政治的象征性大于军事的实用性啦过去我想过去在历史上的这个战舰曾经主导过海洋没有错但是那是在我刚刚提到的说飞弹啦、AI 无人机啊，当时其实都不普遍的情况之下，战舰可能是在战争当中非常重要的那
那同时刚刚讲到这个地表最强的这个坦克哦，现在可能还有所谓的在这个反登陆啊，或者是这些在这个地上的防御，还有一些功能性哦。不过它必须要建立在全程它要受到防空啦、反无人机啦，还有一些这个电子战的一些掩护哦，它才能够有实际的作用在。所以看起来也不是主要的哦。那最后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 AI 跟无人机时代的来临哦，那这个最大的哦，其实恐怕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它这个速度最慢的，可能风险性搞不好是最高的。我觉得可以从这角度去思考。所以我们看到连美国的智库还有一些海军他们这个专业的圈子里面都在讲说，今天川普要打造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号的黄金舰队哦，可是呢，它体型巨大，造价昂贵，那移动的速度相对也是慢的，然后所有的部署都集中在这边的一个平台，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它的极音速的这个飞弹，那甚至于它的无人机的这群体攻击的这个最昂贵的一个标靶在那里哦。所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自己都在讲说，中共现在在规划这个武力的时候，也在说其实他们不是在考量美国会不会介入而是在考量说，在美国要介入之前，我就让他不要来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少这个兵临城下，然后再来讲说要怎么打仗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代表未来的战争恐怕不一定会有登陆，不一定会有这个枪声，但是一定会有瘫痪。那瘫痪不管是在你的资讯啦、你的这个通讯指挥啦、交通啦等等所以呢，我们未来在看我们自己国防的防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当然讲到最后一点，我们这个国防的预算上面我想我们的在野党对国防预算是完全都是支持的，只是你买的武器是不是能够符合现在21世纪在 AI 当中我们真的国防能够需要的。我觉得这有点矛盾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国防策略是制空、制海、反登陆，那老美现在觉得说老共会登陆，所以叫我们打那种城镇战、殊死战，什么派出所都加飞弹要打不对称战争就是以小我们很小，都很小，讲要博大。那川普现在刚好相反了，他搞了很大的而且比现在要大很多的。现在造一架舰28亿美金，他要100亿美金。那到底美国是怎样？他带头搞，他带头刚好跟不对称战争相反的。那当然台海的问题啦，还有整个美国的国防教我们的指导原则会不会改变呢？川普说变就变了。接着再回来。好，那么中国军事的扩张加速所以对侵台的武力呢越来越精进美国国防部评估，这现在叫战争部了老共2027年就可以攻台而且取胜了那国防部的这个副部长徐思俭说呢，威胁不是只有我们，还包含印太跟第一岛链不是只对台湾嘛那你说他的这个长程导弹范围1500到2000海里，1海里多少？1海里是1.8多公里，所以换句话说呢，1500这不得了了就是差不多这个将近2500公里。大陆离台湾福建布了2-3千颗飞弹，离台湾这不200公里，他干嘛需要用到这个呢？他是在蒙古，所以他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反正就是第一岛链、印太这些他都打到了关岛什么都可以打到了那这个说美国对台湾宣布了8项军售，说是为了提升中共犯台的难度，就让你要打台湾牺牲大一点付出代价大一点。那美国的退将这个海军少将那也是这个华府的智库的议员呢，是说哎呀，可惜缺乏预警机了那另外呢，反正我们要什么都不卖你什么了那另外，中国军事压力升高，所以美国智库呢说，美国应该优先对台军售，而且要联合训练。才欠我们200亿美金的东西没来，你说很紧张，很紧张，马上要打，现在2025了，2027就打了，那东西不给我们呢，叫我们光付钱，你什么意思呢？你真的把台湾看那么重要吗？还台湾真那么紧急吗？还是你们为了争取国防预算这边夸大呢？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全社会防卫韧性要迈向法治化。说不是只是道德劝说法律上都要定下来这个实在很荒唐。阿里山雷达站一个副站长那他结婚了，他假装是单身去骗色，然后呢，一个正妹变成他的小三，还被他的正宫要勒索
不是勒索啦，就是索取30万，说你为什么呢？这个破坏我的婚姻，跟我先生胡搞啊！阿里山上的雷达站啊，这个很重要啊，怎么回事哈？这是海军雷达站哦，说而且酗酒违规，还把这个战情室这个室内室外的影像都传出去了。照理讲，这是很隐秘的哦。那这个是海军上尉庄姓副站长，30岁。哦，然后呢，他这个为了把妹，没有军纪，而且不是只有他，经常营内集体酗酒。他一个人怎么叫集体呢？他一个人怎么叫单独酗酒？就把大家在一起欢乐。然后呢，他传给他的这个伴侣的照片呢，显示9月9号、9月10号、9月10，几乎每天呢都在营内酗酒。哦，还亲自录下他的部下喝到吐，一群官兵起哄。你这个雷达站是要看老公有没有船出来了，有没有飞机出来等等，很警觉的，随时要保持警觉性啊。在那边喝酒嬉闹是怎样？这是搞什么鬼啊？那实在是这个又骗色、假单身、酗酒，还拍照，还违规，所以军方震怒，说2大过把他太除了。我们军方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到底搞什么鬼？这么重要的雷达站，要去看到底共军有没有出动，有没有对台湾威胁？是怎样？你们安逸日子过太多了，在那边酗酒欢乐把妹，还把照片拍出来，在网上这个泄密，这搞什么鬼啊？看一下，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晋升上将杨志斌、韩胜言分别为东部战区、中部战区司令员，其中杨志斌负责的是解放军对台军事行动。如今，路透社也引述美国政政部一份报告，示警解放军很可能已部署超过100枚洲际弹道飞弹，对距离大陆1500到2000海里的目标发动打击。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只要接近关岛海域，就会受到共军东风26D 等飞弹威胁，并强调解放军的核扩张仍在持续，预计2027年底就会具备对台作战取胜能力。23号晚间，这场全社会妨碍韧性委员会对内聚焦社会瞩目案件，随即话锋一转，赖总统批评对岸侵害国家主权。中国对台湾、对印太区域的威胁持续加剧，企图把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这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透过直播，我要再次向国人同胞说明。台湾要全力发展国防产业，全面强化国防力量。好，南京，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他们现在呢建构了一套这个论述，就是说，因为呢大陆呢在2027年就有具备攻台的能力，而且能够取胜所以说呢，他现在编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蓝营呢不支持呢，蓝营就是投降，然后所有呢希望呢两岸呢走向和平的也是投降这是一个非常有毒的一个论述。但是呢，他们现在呢用这一套的这个论点呢来洗脑他的这个支持者然后给这个蓝营扣帽子。那我们就很严肃的来面对一下，如果说大陆呢在2027年真的是有要打算做好这个攻台的准备，并且有可能发动这个攻台的话，我们这个1.25兆预算真的能够应敌吗？我们现在呢，任何的呢，希望透过政治谈判的这些途径寻求两岸和解，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摊开这个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我想各位委员都非常的清楚，你们有接到这个细项吗？完全没有，它就是列了7大类目就是标题式的，什么精准火炮啦，远程精准的打击飞弹然后什么无人机的反制等等。就这样子列了7项列了7项的一个标题，然后呢就要我们大家呢去贡献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然后呢，美国呢夸夸其言说，哎呀，我们那个宣布了8项的对台的军售呢是有办法呢来去让台湾呢能够应对呢在跟大陆的这种不对称作战。但是我们今天要想一下如果大陆今天真的是发动这个对台攻势的话，他会怎么打？我们最近呢已经看到了大陆的9天的9天的无人机它就是无人机的航空母机它如果载运了上百架的这个无人机，甚至于上千架的这个无人机，对台湾进行饱和式的攻击，它把我们的战管、雷达这些通通都摧毁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看不到内容的1.25兆的国防预算，你真的能够因应、能够反制吗？然后美国呢对台军售的有关于像什么海马式啊、火箭，它都是应用在城镇战，都已经是在登陆作战的这个情形之下，我们还能够等到，还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吗？那现在呢，我们一切所有的想定呢，都是大陆呢打一场传统的这个战争，而且是登陆作战、全面占领。好，但是呢，未来的战争的形态，它非常的有可能是大陆今天呢，透过这个无人机呢、无人艇，来做先前的攻势，然后呢，无人艇呢，它载运下来的可能就是什么机器狗啊、机器人呐、它没有战损我们有战损所以我们要投注到的这方面的，不管是人力或者是武器，完全不是现在的。看不到内容的1.25兆的特别预算，以及美国所卖给我们的这个8项的军售所能够支应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用一个比较传统式的战争来去思考一个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呢？这个对于台湾的不管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或防御上面呢，都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魏珊。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乌俄战争之前，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进行开打之前，其实很多的国家也都纷纷去警告乌克兰说，你们要小心。那台湾现在有更长的准备时间，因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攻击时间是在2027年，所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当然是有机会可以来准备。那我们就不要落入跟乌克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强化我们的国防，要让台湾的内部的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更能认知到现在的这个紧张的状况。其实当年泽伦斯基他也是一个比较亲俄的政治人物。其实他当年也是认为说，我们应该减少军备，我们放下武装，俄罗斯应该就不会打过来。可是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当你解除了武装，当你决定不要跟对方冲突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是更容易受到危险跟危机的。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确实就这样攻击了乌克兰，而乌克兰确实后来当然也是很努力在防守。不过这个战争也拖了3年多，其实对于2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那所以台湾现在既然有准备的时间，也有那么多国家来警告台湾现在的现况，我们更应该来努力。那我们看到中国每一年是以8%的数字在成长，作为它的军购的这个军事建构，那它不断的在增加自己的军备。那中国比较可怕的一点是在于，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个建军基本上都在亚洲这个区域，那像美国是把这个军力投射在全世界来做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平衡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差异。那所以当然台湾一定在这个两岸之间一定是首当其冲，所以台湾当然是要做好最大的准备。那中国当然会常常说，解放台湾是因为大家是同一国的人民嘛，我们这个都是同文同种的可是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台湾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在于说我们是自己人，而最大的目的是在于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基地，很重要的侵略全世界的基地。当如果台湾失守了，基本上中国的门户就打开，它的船舰，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直达太平洋，可以投射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这就会造成未来全世界一个非常大的不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现在可能遭受攻击，全世界都这么紧张的原因。所以台湾必须要先让自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防卫能力，才有办法跟全世界一起来努力的去抵挡中国的侵略。我觉得首先我听暐珊这样子的一番言论，其实让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整个赖政府似乎就是终将一战。他现在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放心，我们会尽我们最大可能去防止这个战争的发生，没有，他告诉我们，我们终将一战。看看乌克兰就是要，没关系，你让我说完。OK， 我了解，谢谢。我要说的是，今天赖政府他直接是推翻过去将近10年来4兆多的国防预算，似乎就完全没有任何防卫的可能性了。我们必须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是这个时候才要做准备，而是一直以来，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在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海岛国家，我们本来就要做好准备，不是现在才准备。还有，我必须说，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预测，如果战争的预测变成是预算的工具，我觉得真正应该要检视的是什么？是我们现在不是敌人有多强，而是我们赖政府现在的论述有多么的矛盾，这才是我们要说的。你一方面说台湾不是最危险的国家，但是一方面又告诉我们现在多么兵凶战危，我们必须要用1.2兆、1.25兆的国防预算来去做我们的国防。那请问一下，你是不是直接给了美方黄金战队提供正当性了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整个赖政府，你们这样从民进党从蔡英文总统一直到现在，你们这样10几年下来，从原先的4兆多的国防预算，再加上现在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请问一下，你能不能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安全？
我真的赵先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那个有关于那个副站长的事情哈，因为呢国防部呢已经宣布了他的处分啊，就是记2大过，然后明年要把他裁撤掉。对，1月1号的时候呢，就是不适任哈，然后就退伍就生效哈。这个副站长呢，非常的夸张。他在阿里山的那个监控站呢，是要监控这个共军哈，最新的这个动态的。但是呢，他显然呢，在那边呢过的这个日子呢，是无比的逍遥哈。他不但呢，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假冒他自己是单身的身份啊，然后去骗这个年轻的这个美眉，然后呢，在这个在营区里面呢，大家这样子喝酒啊，然后他自己还脱衣服啊，然后穿内裤啊。然后拍这个他拍他的这个同袍啊，大家喝到什么吐啊，或者这些的这方面，他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军中的纪律呢，实在是太废弛了。先是发生马祖的这个军官呢，集体的提供他们的人头账户供这个诈骗，然后现在呢又在这是我们国防的眼睛啊，这么重要的单位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赖清德一天到晚在讲什么全民社会韧性啊，军中的这方面的心防跟纪律才应该要加强吧。全民是应该有韧性，但是军中不是，那是首当其冲的啊，那是第一线的啊，对不对？我们从马英九当时的国防，你们一直在讲那1兆2000亿、1兆2500亿，马英九的当时1年预算就3000亿耶，后来到了蔡英文变6000亿，赖清德变9000亿耶，台湾都不需要用钱了。台湾偏乡的医疗都很好了，我们的社会福利都做得很好了，学校教育设施都很好了，差得远了。你跟人家比，然后花一大堆钱在军费上，对不对？没有关系，你花在军费上，你至少军人的素质要高啊，才能够操作这些武器啊。我们看，我刚刚就要讲这个阿里山多美的地方啊，对不对？他们在那边饮酒作乐，而且它是第一座长程对海的监测雷达，是台湾防空跟飞弹预警体系的关键节点。就老公万一打了飞弹传来了，他立刻要雷达要侦测到，脱了衣服饮酒作乐把妹，搞什么鬼啊？他空域监控进入台湾西南侧空域的飞机、飞弹跟其他威胁目标，是国防的第一道警戒线。而且对飞弹要预警，老公打了飞弹来；防空也要预警，老公飞机上来了。而且他的地位非常这个优良，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周边高山头，海拔高，视野广，看得清清楚楚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他都可以监控。就他们在搞什么鬼啊？就你编再多国防预算，说你都这样的人在那边守什么国防啊？不笑死人吗？休息一下再回来。